大家好，一日之间三箭齐发，好事自然多多益善，那么坏事呢？您又如何面对呢？这一份的挑战在魔幻的2022年真的戛然而止。那么您猜王炸弟弟王一博如何应对呢？那么王炸姐姐赵丽颖又会如何反应呢？人生没有退路，因为退回昨天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一步对不一定步步对，但一步错注定是步步错。团队，耿直 girl 赵丽颖或许也是无心，没想到自己6年后居然脱口而出的小刀预言，让自己成为了整个2022年的最大赢家。要知道这个时间点是不可能的，然而呢，不可能变成为了可能，脱口而出变成为了金口相钻。当然了，老祖宗的智慧还是有道理的，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，一向都推崇老祖宗的智慧。例如古训《增广贤文》里面的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当一个人种下希望的时候，或许6年后就能收获希望的果实。新万我的这个感慨，您认同不？娱乐圈就是个眼球集散地，有好事者再次出面了，于是又有一位男明星准备塌房了。如果这个瓜是真的，那应该算是年底大瓜了吧？当然了，新万我是要加个问号的。2022年12月13日0点，一名社交账号为秋水与小红的博主发文爆料，过一段时间有一个男明星要被爆，什么罪都有，这绝对比吴亦凡还惨。有网友爆料有一个3字男明星塌房了，而且比吴亦凡还要严重。新万我说了，最近2年的娱乐圈一直是多事之秋，圈中不少的顶流在公司设定的人设下陆陆续续的翻车，有的偷税漏税，有的嫖娼私生活外乱的，有的吸地的。要说最大的瓜，可能就是吴亦凡了，判罚6个亿，判处13年，并附加驱逐出境。看来这次吹风又是要带坑，而且是直接要送人进去的节奏。好事者居然还具体给出了几条重要提示：一，这位男明星有女朋友，而且女方还未婚先孕生了一个男孩；二，这位男明星偷税漏税，而且还嫖娼、强奸未成年等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；三，这位男明星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，名字是3个字。请注意，这个年龄段刚刚好，给人无限的遐想。消息一出来，瞬间网友们就炸开了锅，纷纷猜测这次又是哪个男明星遭殃了。而且有网友提问这位男明星火吗？而这名网友回复的是大家都认识，看来应该算得上是顶流了。之前娱乐圈有很多男明星都塌房了，比如吴亦凡、李易峰他们个个都是顶流，可是都干了让人震惊3观的事情，甚至有的还进去了。而且这名网友还配了一张图片，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这张图片中的标志是一张摩托车贴，看来这是暗示这位男明星喜欢摩托车。这个提示是非常的重要啊，因为娱乐圈喜欢摩托车的男明星不多，而且又是顶流，大家都认识。那很多网友首先将矛头指向了王一博，因为王一博是出了名的摩托控，之前还参加了摩托车大赛，可以说摩托车就是他的宝贝。不过目前王一博方并没有出来回应，也不知道这名网友说的到底是不是他，年龄、名字还有爱好都对上了。不过就算是他，大家也不必惊讶，毕竟娱乐圈什么事情都会发生。之前吴亦凡和李易峰他们哪一个不是顶流，哪一个不是爱豆呢？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好榜样，但是到头来却是另一副面孔，受伤的最后还是粉丝们啊。这位博主在发文中列举了关于这个男星很多的罪行，每一项罪行都是在触及法律，可以说是恶贯满盈。但是对于这位男星到底是谁，博主给的提示确实非常的有限的。有嫂子，未婚先孕生了男孩，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，名字是3个字，而且博主在发文中附加了一张图片，引起了网友的广泛注意，纷纷猜测这位男星到底是谁。有些眼尖的网友发现，博主在博文中发的图片正是普利司通轮胎的品牌 logo， 但是这张图片和这位男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次这位博主可是卖关子卖的有点大了，整的网友一脸茫然，到位这位男星是谁？目前来说还是难以猜测，但是大家可以用排除法来排除一下。很多的网友在博主发的图片中发现，图片中有一个 B 字母，而且该男星的名字有3个字，而且这张图片是一个轮胎品牌的 logo，
是不是在暗示这位男星和车有关系，非常的酷爱机车？网友联想到了比较符合的男星王一博，1997年出生的王一博，今年正好是25岁，符合博主25到35岁的年龄段。但是王一博的粉丝们都知道，王一博是家里的独子，怎么会凭空出来一个嫂子呢？再说王一博目前是娱乐圈的顶流，未婚生子的事情怎么可能会瞒得住？到底是不是王一博？博主并没有否认。在评论区中，网友提到最多的男星除了王一博，还有张一山，因为网友对该品牌的 logo 进行了拆解，发现在该 logo 中隐约有 Z13字样，这不就是张一山的谐音吗？而且张一山出生于1992年5月5日，年龄上是符合的。张一山虽然也是家里的独子，但是张一山在余罪中可是有大嫂的，一山的余罪带火了大嫂徐冬冬。如此生搬硬套，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难道这位男星真是张一山？很多的网友都追问博主，到底是不是张一山？说实在的，申万我对这个张一山没有丝毫好感，超级用力的演技，申万我也提到过，相当的吓人，特别跟女明星拍吻戏的时候。跟着，网友的猜测进一步升级了，难道是华晨宇和张碧晨未婚生女的消息，今年也算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。于是乎，吃瓜皮太多的网友猜测可能是演过《山河令》大火，目前已经被封杀的那位。总之，博主爆料的信息是真是假，目前来说大家还是无从得知。毕竟这几年娱乐圈中各种八卦、花边新闻，甚至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太多了，很多都是捕风捉影、无中生有，或者拼命压稿，能量惊人。例如申万我聊过的华晨宇，他的团队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感。当然了，这一切才是开始，还没完，因为有时候挑事的人是有一些一幻一真的实锤的，所以就算当事人也可能被吓到。这一招用在那些贪官的身上特别有效。申万我时常看到这方面新闻，而且让人忍俊不禁的那种。所以远离是非的最好方式还是身正不怕影子斜。比方说赵丽颖的新剧老是被黑颜值，问题是本来赵丽颖的颜值完美符合了剧情和人设，所以脸胖不怕黑子黑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。赵丽颖复出之后缺一部当打之年的作品，如今凭借风吹半夏可谓是王者归来。娱乐圈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，艺人一旦步入婚姻，就要放弃一些上好的资源，压缩事业的发展空间，他们的事业与婚姻好似鱼与熊掌，不可兼得。尤其对于女艺人而言更是如此，已婚的女艺人出演亲密戏，相较已婚男艺人似乎更难被接受。就连一路靠演技拼杀上来的赵丽颖也未能成为例外。2018年，赵丽颖与冯绍峰突然官宣领证，次年3月8日孩子出生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赵丽颖的出现基本是在冯绍峰的口中。对于新人笑旧人忘的娱乐圈，女艺人的生产期带来的蛰伏几乎是致命的。而这段不被粉丝们看好的婚姻，也仅仅维持了不到3年的时间。一部分网友认为赵丽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既没有获得一份安稳的婚姻，又丢了不少影视资源。但更多网友则是期待她能满血复活，重燃事业。赵丽颖的复出之路并不容易，先是中餐厅中因吃相不符中国传统饭桌文化而被群嘲，再是因网传与顶流王一博的合作引起争议，赵丽颖的口碑几乎肉眼可见的偏离轨道，似乎婚姻一场，她再难回到巅峰时刻。但近日随着风吹半夏的热播，赵丽颖大有逆风翻盘之势。若说幸福到万家是赵丽颖成功转型之作，那风吹半夏就是助力她转型后口碑回顶的分水岭。该剧改编自阿奈的小说《不得往生》，讲述了90年代蓬勃市场中，许半夏靠着过人的胆识与韧劲，带领好友童晓琪、陈宇宙紧抓时代浪潮，在钢铁行业中积极奔涌的故事。风吹半夏能拿下豆瓣8.4高分，除了赵丽颖及欧豪等流量明星自带的推动，还有年代剧商战题材的吸引力和这部剧堪比电影画面的质感。整篇故事由租赁贪图受阻、扩展钢材市场被骗、钢价下跌受困等一个个阻力牵动，将故事推动至众人竞争钢材市场的高潮，利益面前人性的善恶丑美尽显，而最终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发展前进。全篇人物鲜活，贴近现实的树立了人物角色，
每个人物都是完整饱满的，并没有单面的正反派。赵丽颖在剧中饰演许半夏，作为牵动整部故事线走向的角色。赵丽颖对于这一复杂角色的诠释可谓极尽贴合，仿佛赵丽颖就是许半夏，许半夏就是赵丽颖。他们一样的从普通人一步步走到顶峰，他们一样的骄傲自信，他们一样的不服输。剧中人物人如其名，半夏是一味有毒的药材。赵丽颖将半夏的撒泼无赖骨子里带得很近，洒尽刻画入微。初见童小琪就出借钱财的侠义之心，立志租下贪图时的拼搏劲头，再到俄罗斯被骗时的沉着冷静，钢材价格下跌的困苦煎熬，与人竞争钢厂的头破血流，至亲好友离世的无能为力，讨好人的满面堆笑，回击对手的果敢决绝。赵丽颖将许半夏的薄凉、不羁、冷静理智却又热心侠义融合的恰到好处，眼神中不顾一切的孤勇，孤注一掷的飒爽令人为之振奋。其与李光洁的感情戏也是被广大网友磕糖不止。与偶像剧中的高甜名场面不同，他们的甜分是符合现实又自然的，是润物细无声中的枝繁叶茂，是为对方考虑过后的双向奔赴，是彼此会为对方负重前行的责任担当，是不强求对方回以同等份爱的理智。这样的双强设定才是真正的双强，才是网友们戏称的女财阀和她的大佬老公。内心的强大是无需依靠任何人，但仍相信依靠的力量。曾几何时，圆脸一直是她接剧受限的一个原因，但在这部剧中，她的圆脸恰恰符合那个时代的美人标准。与姗姗来了一样，都是头包脸的造型，却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气场。做到这一点，需要的不仅是表演技巧，而是生活的感悟。相信这点对于嘲讽她在婚姻中一无所获的人是最好的反击。剧中服装配饰的精美，也是其收获大量关注度的一大原因，被网友们称赞不已。无论是许半夏的宽肩窄腰西服套装，还是野猫的廓形短款外套，亦或是黄蓝搭配的莫兰迪配色，无不掀起一股复古浪潮。剧中插曲也都采用90年代当红歌星的成名作，无论是评剧还是海阔天空、我想有个家，亦或是大约在冬季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满满的回忆杀，刹那间将60后、70、80后甚至90初的人拉回到那个年代中去。那时他们正当年，那时他们正青春，那是他们的童年。剧中童小琪一句台词更是让人梦回《霸王别姬》。整部剧将现代审美与年代特点完美结合，既符合现实逻辑，又充分注重艺术表现形式。这满满的回忆一下子抓住3代人的心。剧中许半夏、童小琪、陈宇宙之间的感情处理，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无限羡慕。不同于大多数影视剧中矛盾激化的走向，他们3人没有因为个人利益而反目成仇。陈宇宙更是在帮助许半夏实现目标时病情恶化，离开了人世。赵丽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，最羡慕这样的交情，是可以把后背交给彼此的人。看剧的时候不禁感慨，当下的我们逐利时是否丢失了宝贵的伙伴。剧中的复线冲突也增加了人物的饱满度及情节的生活化。野猫高欣怡作为春风下的一批大学生人才，因不满原有拖沓的工作节奏，与母亲产生矛盾。这一情景在现实中也时有发生。年轻一代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，与长辈希望子女安稳一生的夙愿的冲突。看影视剧时，我们能站在局外人的角度，看清时代的发展进程，理解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，从而尊重彼此。而冯玉的追求爱情与生活现实的冲突，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境遇：一面是相守多年却兴趣不同的发妻，一面是寻找真我时遇到的红颜知己。在自我感动式的追梦途中，妻离子散，知己也被生活所萃变为和发妻一样的人，最后还是离婚收场，只剩孤身一人。如果说冯玉是大快人心的爽文，那陈宇宙就是赚人眼泪的虐文。真心对待女友却被欺骗感情，一心辅助半夏却命不久矣。他的人生轨迹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影子，医学知识的欠缺，生活水平的匮乏，使得他们为了生活出卖了生命。而他的去世也侧面突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只有自己强大，才足以按自己的心意走完这一世。整部剧的台词质量之高，也使得网友啧啧称赞，直言能从人物角色身上学到很多为人处世之道。
陈宇宙说生意场上没朋友，但没有朋友没法做生意，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纠葛一语道破。野猫妈妈分析爱人相处之道，网友直言受教了。在童小琪被车队开除时，陈宇宙的安慰并没有让他松了眉头，而是办下的沉着冷静，邀请他加入一起干，使得他放下忧愁。这就是所谓的最有用的安慰，就是给出可行办法。而在办下出差期间，工头们合伙上门要债时，童小琪软硬兼施，套出背后始作俑者，还和平解决了这次纠纷。正所谓是看事看理不看表，解决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。空气的流动带来了风，时代的变换吹动了半夏的一生。风吹半夏，从半夏的成长历程看钢铁行业的发展，着手描绘了中国的发展历程。风吹中国，带给观众一幅繁荣发展图，该剧如何能不火？可以说，好的角色与演员是相互成就的。赵丽颖成就了半夏，半夏同样将赵丽颖重达事业上升线，而且这部剧的高分居然还被赵丽颖早年言中了，这种惊喜恐怕没人能够体会得到。除了本尊赵丽颖，您说对不？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些因果循环，往复交替。申万我可是提到多次的了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也是妥妥的。2022年12月14日，爆料出三里屯酒店瓜的于季阳洋罕见露面发布视频，自己戴帽子和口罩出镜，为大家带来新的瓜。要知道，之前这个于季爆料的时候，只是晒出了被拍明星的照片或者视频，很少自己出来亲自说话，所以这次他的这段视频也引发了众人的热议。这次于季爆料的明星对象是 W 先生，虽然狗仔嘴里说的是 W 先生，但他在视频上面已经点名了男明星王一博。只要是眼睛没问题的吃瓜群众，想来都明白，狗仔嘴里的 W 先生就是王一博了。画面里，狗仔对着镜头眯眼微笑，和大家分享了一段自己跟拍王一博的趣事。他说自己某天日常出班去看摄影棚，结果在二高附近一个叫做明亮堂的影视基地，发现了一辆挂着金币牌照的 GL8 保姆车。狗仔说这辆车可能很多粉丝都知道是谁的车，狗仔自然也就知道车的主人在这。狗仔说自己当时没敢进去，因为当时看到门口有8个保镖在看门，而且其中一个保镖还认出了狗仔。狗仔看着情况转头就走了，心想不拍里面了，就等明星出来的时候拍个出门就好了。但好像后来王一博连出门照都没给，据说是出来以后立刻上车走了。保镖对讲机时刻监视狗仔动向，狗仔看拍摄对象出门后，快速加油门跟上了王一博的车，然后就出现了让狗仔大跌眼镜的事情。王一博乘坐的保姆车在二高附近的红绿灯路口来回掉头，狗仔粗略数了一下，好像掉头了6、7次。狗仔坐在车里，在红绿灯下就感慨，那一车人可不光司机啊，明星王一博加上几个助理和工作人员，一车人就这么折腾，至于吗？这车开得太危险了，最后出了事怎么办啊？于是狗仔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，果断放弃了跟拍。这次在视频里也是当成一个趣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看得出，狗仔还觉得自己办了件正能量的事情，毕竟在狗仔的故事里，王一博的司机危险驾驶，直接吓得狗仔不敢再跟了。可问题是，如果狗仔不去跟拍王一博，人家也不用这么折腾的去路口掉头吧。王一博的司机开车太着急是个问题，狗仔肆无忌惮的跟拍明星也是个问题啊。众所周知，明星作为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，一直以来都放弃了自己部分隐私来获取流量和话题。大家这些年都嚷嚷着专注作品，远离私生活，但不得不承认，明星的私生活有时候的确比作品更有意思。大家喜欢明星在荧幕上扮演的角色，同样也好奇明星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。别说路人群众，连一些明星偶像的铁杆粉丝都要去找站姐买照片，目的就是看到不一样的明星偶像。狗仔这个职业本身就是游走在好坏的边界，有时候看到狗仔爆料出明星出轨或者吸毒，不少人都会为狗仔叫好，觉得他们是替天行道的大侠。可有时候看到狗仔无底线曝光明星们私密生活，又觉得狗仔做得过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明星也是人，长得再漂亮，生活再有钱，肯定也有负能量的一面。狗仔们这些年无死角的跟拍，
对许多明星都造成了很大困扰。如今明星一旦有点负面爆料，基本上对事业就是毁灭性打击。所以大家其实完全理解王一博司机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，哪怕王一博在车上，哪怕车上一群助理和工作人员，司机用不安全的方式甩开狗仔，明星就彻底安全了。反之，有可能是他防，毕竟狗仔嘴里无象牙，申万我可是说了很多遍的。所以我觉得以后狗仔跟明星的时候，大可以将心比心，做事别太过分，就像这次的于季杨洋这样，看到对方做事危险了，就放明星一点空间，没必要再死皮赖脸的再跟拍。爆料虽然有意思，可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？总之，这位于季杨洋也的确大出风头了。至于他到底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件事，特别是他到底拍到了什么，到底想传达什么样的口信和目的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而且，为什么乌镇事件后的这段时间，那么多的人突然集中了火力，加大了报道？这些背后的目的实在太多，注定不简单。所以，申万我说过，先知先觉很重要。就像赵丽颖居然6年前就自信了一把自己的今天。那么，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？因为赵丽颖曾经自信发言，为自己的演技打8分，她交的一张张答卷足以给她这份底气。那是一次6年前的采访，金星采访赵丽颖说：“你原来学空乘专业，你这小身板还当空姐呢？”赵丽颖回说：“那个不是看身板。”金星笑着回答：“我知道，看形象，看脸蛋，你这么瘦，飞机上一晃就完了呀。”赵丽颖回答完后，弹幕上都在说她不会说话。金星的意思是她看起来弱小，并不是说她不够漂亮。而赵丽颖的回复给人一种金星不懂选空乘的标准。金星又问赵丽颖，如果有10分，给自己的演技打几分？赵丽颖说8分。金星委婉的说，我觉得你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呢。旁边辅助的主持人打圆场说，上面不还有2分吗？金星的话很明显是认为赵丽颖给自己的演技打分高了，所以他的话术就使用了上升空间这种期待的话来回答赵丽颖。不可否认，赵丽颖确实说话耿直，不太懂得说话拐个弯，赵小刀的称呼她当之无愧。不过这次采访她有紧张的因素，所以回答时大脑就直接选择了单向思维。但与金星的聊天状态，她看起来还是很真诚的，不像有心眼儿的人。期间，赵丽颖还回答了为什么不喜欢感情戏，喜欢武打戏。她觉得人不应该光想着感情，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。这个回答从她与冯绍峰短暂的婚姻就能看出来，比起婚姻爱情，她更看重自己的事业，毕竟经济独立是女性必备的能力。快意恩仇的赵丽颖或许没想过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证明给金星看，结果就出现结果了。正如她所言，她对这份职业的喜爱让她付出了足够的努力，不能因年龄去划分等级。魔幻的2022年，一部高分的风吹半夏打脸了无数人。同样是魔幻的2022年，年底的娱乐圈盛典也一个接着一个，马上准备举办的 GQ 盛典就是其中之一。然而呢，居然有人反过来凑份子，集体打脸这个时尚圈的盛世 icon， 您会想得到吗？作为知名的中外合资杂志品牌 ，GQ 实力不弱，短短13年就在内娱彻底扎根了。如今，这个杂志社每年都举办盛典，还都是高规格，去的明星都是当红大腕。今年邀请的自然也是，比如杨幂、热巴、王一博、易烊千玺、杨洋、蔡徐坤、朱一龙、李现、龚俊、吴磊、杨颖等等。每一个名字在内娱都占据一席地位。正常来说，这种活动一般明星都会去，举办方也会花大力气各种宣传，扩大影响。早几年这个活动的影响力确实可以，不过后来 GQ 搞出了一系列骚操作，公司名声也就被败坏了，先后出现了不少明星撇清楚关系，被广大网友怒斥。可以说，这情况相当的魔幻，甚至申万我的钛金眼眶也被魔幻了。如今这个活动从曝光的现场图就能看出寒酸样，档次已经上不去了。看到这些网友都笑话，这不是回家吃席的感觉吗？这个寒酸样比之前的世界大会还要寒酸。除了会场寒酸了，更加让人欣慰的是，在之前举办方邀请的名单中，众多当红明星表示不去了，不陪你们玩了。通过查看这些明星粉丝发出的理由，可以看出2点。第一，感染风险太大，不适宜出门。
第二，活动冲突没档期。总的来说，这些明星和粉丝都说得非常的含蓄，三个字概括的话，就是你懂的。目前已经有超过10位当红明星表示不去，不过大多信息都是大粉发出来的，并不是明星工作室、杨幂、热巴。老板不去，员工自然也不会去，而且杨幂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向拎得清。朱一龙不去很好理解，前不久刚拿影帝，如今要是过去给辱华品牌站台，那就太打脸了。刘雨昕的理由是工作冲突，风险太大。白敬亭、金晨也是工作冲突，这两人目前在搭档拍戏。龚俊一方则是说，经过慎重考虑不去了。蔡徐坤一方粉丝说不去，但宣传物料会放在活动现场。其他还有杨颖、虞书欣、孙怡、米卡等。那么您听完这些解释，心里面的问号是不是发酵了呢？当然了，Shin One 我也会另外开篇继续分享这种烧脑筋的问号。当然，有不去的就会一定会去的。目前确定已经过去的有王一博、李现、程毅、王鹤棣、张凌赫、徐凯等等。王一博已经被拍到坐飞机前往上海，粉丝也都承认了。程毅被曝光是自己开车去的，亲力亲为啊。李现已经很久没上剧目了，这次露面估计赚个脸熟。王鹤棣好不容易凭借苍兰诀走红了，结果搞出这种操作，很容易败坏路人缘啊。另外还有田曦薇、白鹿等女星去不去待定中。说到这，不少人都一致指出说，其中王一博其实最不应该去，结果他还是积极的过去了。当年 GQ 把他坑得老惨了，咋就没记性呢？当年的眯眼事件闹得非常大，虽然王一博的粉丝一个劲解释是做眼保健操，可但凡懂点知识的都知道咋回事。这理由太啼笑皆非了，这是导致王一博个人声誉受到极大影响，杂志社则是硬刚网友，就来就随着时间被淡忘了。说实话，这些明星粉丝也真是的，反过来帮品牌方坑自己家爱豆。大家发现没？确定去的大多数都是男星，女星能不去就不去。大是大非面前，男星们这么摆不清位置吗？ GQ 这些年可以说是劣迹斑斑，其实有本源可追溯。因为这家品牌的背后是康泰纳仕，这些公司可是不折不扣的反派公司，这些年可没少暗地里搞小动作，专门在国外黑我们。他们的创始人更是嚣张，不但不认错，还和网友硬刚。那么 GQ 还干过什么劣迹事情呢？如果你看过 GQ 写的东西，你就发现他们是典型的搬弄是非，标题党怎么吸引人怎么来。为了博取流量相当卖力，各种擦边球，追逐热点，抖机灵。除了坑过王一博，还对过肖战，当年的肖战评论事件，他们是把肖战批得一文不值，气得肖战粉丝与他们硬刚，然后双方就上演了一场网络大战。这一战 GQ 彻底出名了，成了香饽饽。后来又挂山河令，区别对待女性职业，侮辱女性，形容大龄单身女性是赔钱货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双标一时爽，最终火葬场。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可以说一时之间网络舆论相当的一边倒，这种风向Shin One我只想笑，因为黑 GQ 的目的也是妥妥的。GQ 一年一度的盛典在上海，在争议声中盛大举行，之所以说盛大，因为王一博的流量是杠杠的，而许多原定要去的明星由于疫情因素取消行程了，让不少期待已久的粉丝是心碎不已。但是大家还是理解的，毕竟安全第一，而部分还能去的明星今天就已经陆续开始出发了。王一博之前一直都在网传的名单里，且他也参加好几次 GQ 的盛典了，今天他被媒体拍到去 GQ 盛典的机场出发图了。说起来他也很久没有参加这种大型活动了，粉丝也是激动不已。王一博穿的是一件黑上衣加一条灰色裤子，头上还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，背了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，上面还挂了条让人迷惑的丝巾，走路时有点微微驼背，有人说他怎么看上去好矮一样的。相关的短视频欢迎大家自行回顾，还是有趣有味道的。此外，这次 GQ 盛典原本阵容是非常强大的，只是听说有许多工作人员都阳了，出于对明星安全的考虑，很多家都决定不去了，可以说大咖去掉了一半多，只剩下几个撑一下场面了，尤其是女明星都没几个去了的。这种解释您买单吗？而盛典内场的布置图也流出来了，这个台子不少人都闭嘴不吐槽了，
但是这个圆桌子和凳子是认真的吗？大家纷纷吐槽，有种农村吃酒席的即视感。本来以为上次微博世界大会就够寒酸了，没想到 GQ 这次更夸张。对比前几年，这个水准真的是断崖式下降。不过粉丝也纷纷安慰自己能办就行了，没有那么多要求。前几年王一博参加 GQ 活动的状态和服装都挺不错的，近来也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。这次出现不知道会不会惊艳大家。而此次还请了陈彩妮去现场点评红毯，估计又是一阵腥风血雨了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，只想说，搞事的通常不嫌事大。王一博一日黑，居然照样暴走计划，您怎么看呢？赵丽颖6年前相当神奇的算准了今天的成绩，您是不是又该在评论区中为她留下喝彩呢？新万我只想说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靠铁口。